哎呀，快递小哥怎么还不来？老张，你赶紧的，给我催催，打个电话。快递小哥加油去了。哎，来了，快来了！来，先生您的快递。我靠，终于来了，感谢。OK，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哎呀妈，这个看他旁边。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首先，我非常感谢大家打开这个视频，因为我知道这个你应该已经看了100个新 iPhone 11系列的开箱和体验视频了，但是小白的你还没看呢，不是 ？OK，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先把这7台机器都打开。OK 这一次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测试，还有我们后期的这个深度测评，我们一共购买了7台机器。这个7台机器呢是不同的配置、不同的型号，基本上全部都有了。但是今年绿色好像很多啊。目前的这个新 iPhone 11的这个价格呢，只有绿色这边做了溢价，这感觉好像能当黄牛了，是吧？今天我们就集中开箱，全部给大家体验一遍。不客观真体验，2019新 iPhone 11全系开箱体验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OK， 哇，这7台手机拆得需要一段时间，赶紧快，大家来帮忙。送我它1块钱4个，嘿嘿。送我它1块钱4个，嘿嘿。OK， 盒子方面呢，这一次主要就是2个颜色，这个11 Pro 和11 Pro Max 呢，全部都是黑色的这个盒子，而11这边呢，则是采用了一个白色。里边的配置方面呢，11这边是完全跟之前的手机一模一样的，5伏1安的充电头，数据线，还有一个耳机。但是这次11 Pro 和 Max 这边是终于100个终于标配了一个18瓦的 PD 充电器，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到这个苹果再一次更新它的这个充电器了啊。OK， 我们把之前的这个 XR、XS 和 XS Max 全都放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我们选择了2个不同颜色的 iPhone 11，今年可以说真香这个词头一回用到了苹果的手机上，那就是这个 iPhone 11啊。今年呢，苹果在整个的这个策略上呢有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降价，这个 iPhone 11呢比之前的这个 iPhone XR 呢直接下降了1000块钱，还有就是在命名上面有点田忌赛马的意思，他把之前的这个 XR 这个带这个 R 字啊，感觉有点像那个廉价版，但是它直接叫 iPhone 11了，感觉就像是这个 iPhone 10，iPhone 10S， 然后直接换到 iPhone 11这种感觉。其实它是之前的这个 XR， 苹果还是非常聪明的啊，营销鬼才。在整个的这个 ID 的设计上呢，其实它还是沿用了上一代，可以说这代 ID 呢用了已经3年了，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这次11呢，还有 Max 呢，这个绿色呢，它都是采用了一个淡淡的这种磨砂的质感，确实看着还是挺高级的，有点这种雾蒙蒙的感觉。磨砂呢有个天然的优势，就是不沾染指纹，而 iPhone 11和 Pro 这边呢，它正好是相反的，它这个背面呢是光面的，而在这个模组上面是磨砂的，正好相反。这个模组呢比我想象中的要大，之前呢我看照片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么大，但是这个真的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模组，尤其是放在11 Pro 这个身上，感觉是非常不和谐的。放在11 Pro Max 上呢还比较和谐，但是我觉得这次颜值最高的还是11的背部颜值是最好看的。正面呢就不用多说了，3台手机呢全部没有任何改变。这个背部虽然说非常丑，但是确实它丑得很高级。为什么高级呢？主要就是这一块玻璃的工艺。这块玻璃呢，它是一整块玻璃，上面采用了双工艺。它模组的这片玻璃呢是高亮的，它是亮面的，而下面的这一块呢，它是磨砂的，也就是大面积先要把这个磨砂给切出来，然后再留这一小块高亮，然后放这3个模组。一开始呢，我们以为它是采用2块玻璃，直接把这个模组呢扣在里边，但是它直接采用了一体化的，就是能不分开，全部都用一体化。3个模组上呢，为什么采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聚合的这种方式？后面相机环节呢，我们再聊。其实如果要是横排或者说竖排的话呢，按照工艺难度上呢，它肯定可以竖着放或者横着放，或者选择更好看的这种方案。但是这次是完全从功能上的考量出发，才会选择这种3摄比较聚合的方案。OK， 咱们来说这次的真相机 iPhone 11。在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呢，昨天晚上是刚刚召开了 Mate 30系列的发布会。我先问大家一下，就是 iPhone 11和 Mate 30，或者说 iPhone 11 Pro 跟 Mate 30 Pro 相比，大家更想买哪一台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这次的 iPhone 11其实苹果是非常聪明的，这个聪明加引号。首先是在名字上，刚才已经说了，它和 iPhone XR 其实就是换代产。另外呢，就是它在
用户不能上手感知到的地方其实都没有改变，跟 iPhone XR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比如说 XR 之前我们吐槽非常多的这个大黑边框，这次是一丁点改变都没有，它依然这么宽。你能想象2019年第3季度的手机了，这个边框还有这么宽？这次它的改变呢，主要就是增加了一颗广角镜头，这个广角镜头呢是非常实用的，这一点呢是值得点赞。还有就是A13 Bionic 芯片，这2个最大的改变就直接让你掏钱购买了。但是我也说实话，对于苹果的机器来说，如果它最低价格能够杀到5000元以下单位，这个机器性价比确实是这个系列里面最高的一台。再说一下这个绿色的配色，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绿色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吧，就是一个绿色，就是挺深的一个绿色，我也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ID 上丑，但确实有很多技术含量，它丑得很高级。今年的机圈大家都奔着哑铃去了。这次 iPhone 11全系列升级最大，我相信你看过之前的视频里边，一半肯定都在介绍镜头。我们先来说一下屏幕。屏幕这边呢，主要这次就是提升了非常大的亮度，它的峰值呢甚至可以达到1200尼特，这是最大的峰值。平时呢也有600多、800多，这个亮度呢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屏幕这边呢，苹果也是换上了全新的名字，超视网膜 XDR 屏幕。听着是不是很熟悉？之前那个$5000还不送支架的显示器就是这个名字。整个屏幕的其他方面，比如说色域啊，或者说这个分辨率方面呢，都没有改变。这次主要就是在亮度上的提升。这个时候肯定是很多人就要问了，当时 iPhone XR 那个问题 ，iPhone 11的屏幕显示效果它到底怎么样 ？iPhone 11跟XR 一样，还是 LCD 的这个屏幕。在我们这1年的这个使用过程之中吧，这个 iPhone XR 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我们必须给它证明一下。如果要是按照 AMOLED 那种换算方式的话，它的 PPI 呢其实是挺高的，它的官方标注的 PPI 呢是326，在分辨率方面你不需要太担心 iPhone 11的屏幕显示问题。但是也必须说，它就是要低一点，它主要就是给你心理造成的压力。你花了是吧5000块钱买的手机，720P 加的一个屏幕，心里太难受啊。LCD 永不为奴。下面我要说这次这个升级上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点，还有就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点。首先是我非常喜欢的点，就是这次 Face ID 的速度提升。我左手边这台是我之前的 Max， 这台是新的 Max， 咱们同时拿起，好像差不多啊。同时拿起，Max 要快一点，再同时拿起，同时拿起。新 Max 确实要快上半拍。另外还有就是 Face ID 的多角度解锁。刚才我们又多角度试了一下这个 Face ID， 可能是之前我这台机器的这个深度学习了我的脸，用了这个太长时间了，它的这个解锁角度其实我感觉要比这个新的 Max 要更多一些。这个新的 Max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它的这个解锁上面哪里好像更快一些，可能在就是斜侧边的时候角度可能要更多一些。OK， 这次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全系都取消了 3D Touch。这个功能呢，真的我已经是非常习惯这个功能了。比如说这个打开手电筒啊，或者说打开相机，虽然说它有一整套非常成熟的，就是长按就可以解锁，而且呢，配合这个马达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反馈。对于吃鸡的玩家来说，这个 3D Touch 取消了之后，感觉你可能都不会吃鸡了。反正我是不行，我没有 3D Touch 完全吃不了鸡了，完全适应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你不能出门当秤了。不过根据一些之前的这个资料呢，它可能是取消了这个，然后腾出了更大的内部空间，加了这个电池。这个内部结构这边呢，后面咱们还会再说到。OK， 无论是发布会还是你之前看过的无数的视频，肯定就是相机是最大的重点，甚至官网的海报上是自我超越再而三这种非常苹果风的这种海报来说明它这次的这个提升。其实如果你从行业的角度上来讲，它的这个3摄或者双摄已经是落后非常非常多了。不过这次在功能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亮点。这次苹果在相机方面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就是融合。无论是它的后背的这个设计，还是整个的这个软件体验，它都想做到让这3颗摄像头你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好像是一颗。比如说这次非常大的重点，超取景方取景，也就是我打开相机之后，在照片界面左右滑动来切换焦距的时候是非常顺滑的。
相机方面就不用我多说了，这次新 iPhone 最大的升级。这次我们拿 P30 Pro、Note 10 Plus 以及 Nice 3刚刚发布的这个奥利奥与新 iPhone 进行对比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拍照体验上，3台 iPhone 变焦切换镜头的时候都非常迅速，而且切换广角的时候缩放的动画也非常流畅。在我们之前测试过的这么多安卓机中，确实没有谁能做的这么顺滑，就唯一一个魅族支持这种缩放动画，结果还一卡一卡的。在最难的主长广3摄的白平衡上 ，iPhone 11 Pro Max 和 iPhone 11 Pro 上的主摄和长焦白平衡和曝光都很相似，普通用户估计感觉不出来这是2颗镜头拍摄的，但是仔细看蓝天的处理上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色温上有一点点改变。而广角镜头放大到长焦同样的倍率时，出现了一些差异，有一些轻微的偏绿情况。安卓这边为了保证公平，我们都关闭了 AI 模式。首先是三星 Note 10 Plus， 在上期魅族的视频中我们已经对比过 Note 10 Plus 3摄的白平衡色彩还原也十分接近，但是和 iPhone 11系列一样，广角的画面也有偏绿的情况。因为 P30 Pro 的长焦是5倍，所以咱们只放大广角的画面就能看出广角和主摄在白平衡和色彩还原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甚至部分场景连曝光都有很大差距。Nex 3这边好不到哪儿去，长焦镜头拍摄的时候画面都有偏红的情况，广角和主摄的白平衡和色彩倒是比较接近，但是都没有 iPhone 和三星表现好。在录像方面，这次 iPhone 11系列也是巨大升级，实际录像的效果确实非常优秀，变焦的过程非常流畅，而且跟手，白平衡曝光也比较一致，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但是在广角切换主摄切换长焦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出来一些轻微的卡顿和色温的改变，不过很不明显，不影响观感。而三星 Note 10 Plus 在录像变焦时则是出现了明显的卡顿，而且还出现了白平衡不一致的情况，在主摄切换到广角之后明显变冷了一些。Note 10 Plus 的录像就不如拍照时表现那么稳定了，而 P30 Pro 这边几乎是没有过渡动画，直接硬切到下一个镜头，优化不够是一回事，关键是5倍的长焦也要比2倍长多了，自然就增加了难度。而 Nex 3录像压根就不支持广角镜头。另外我们在使用 iPhone 11系列自拍的时候，你把手机横过来，自拍视角就会自动变广，你是不是以为前置是双摄还有一颗广角镜头？其实并不是，前置只有一个广角，默认竖置的时候是裁切的。那么苹果这样做是为了在自拍的时候显脸大。看完了上面的对比，是不是觉得今年的新 iPhone 相机体验特别好？事实确实如此，无论是3摄的白平衡和曝光，还是录像时3摄的切换顺滑度，愣是在一个原本落后的领域直接领先了安卓机，这就是实力。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 bug 和系统优化不到位的地方，没有之前那些视频说的那么无敌啊。首先就是解锁界面直接进入相机的时候会出现短暂的黑屏加载，而且在自拍的时候手机横过来时，取景器画面会出现明显的卡顿和掉帧。都是 A13啊，后置3摄那么复杂，这 iOS 13在这儿不太应该。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录像变焦时，当变焦的倍率达到最大的6倍时，取景框画面就会出现卡顿，而且出现了好几次，这更不应该出现吧。哦，对了，这次 iPhone 11系列上还有全新的夜景模式，在暗光拍摄时会自动开启。实际拍摄来看 ，iPhone 11 Pro Max 在开启夜景模式之后，画面亮度会得到明显的提升，画面的纯净度也更高了。但是本来画面中亮的地方更亮了，这个灯箱几乎完全过曝了。可能苹果所理解的夜景模式和安卓的不太一样，当然各家都有各家的调教风格。与 P30 Pro、Note 10 Plus、Nex 3的夜景模式，大家可以自行对比一下。详细的内容我们深度测评再好好跟大家聊。同样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 iPhone 11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即可。在镜头融合这个技术方面呢，其实安卓这边也有非常不错的，就是华为的 P30 Pro。苹果这个是在主摄拍摄的时候加入广角，方便你进行后期裁切。我正常相机主摄拍摄一张照片，它的广角呢其实也在进行拍摄，在后期你在编辑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些挽回的余地吧。这一点上呢，对用户非常友好。而华为这边呢，选择的是主摄在进行拍摄的时候，其实它的长焦也在进行拍摄，来增加画面的解析力。其实是2个方向，一个增加显示效果，一个增加你后期的这个容错率吧。相机方面呢，发布会上有一个特别惊艳的地方，就是它4颗摄像头呢，甚至可以同时打开，4摄同时开启呢。很多小伙伴说是吧，这之前好像有机器也可以前后同时录啊，或者说我也没用啊。这个呢，其实在专业领域呢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功能。很多小伙伴说这个让我们测试信号，它的这个信号呢，主要是在这个 Max 这边或者11 Pro 这边有一点点提升，但其实因为基带全部都是一样的嘛，目前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当然后期呢，我们会再给大家详细的体验一下它的这个信号问题，深测我们再见。性能方面呢 ，A13就秒天秒地秒空气嘛，当然咱们还是要例行跑个分。另外呢，还有
就是在这个 ID 的曝光上面，这一次呢也是就是它已经出来了很长时间了，很早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数据，甚至这个壳和膜早就做出来了。这个也说明它要一些前期的曝光来维持它1年就一台旗舰的这个热度。苹果呢现在压力可是不小的。这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就是电池方面，这个 Max 这边呢甚至都达到了快4000毫安时的电池了。对于苹果来说呢，真的是非常难得的。这次提升呢，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有一个取消了 3G Touch 这个功能，可能节省了一部分空间。还有就是根据目前的一个拆解图来看呢，它内部的这个主板再一次缩小了，这个确实是非常强的这个功力才能办到，因为之前 iPhone 的主板都已经是非常小的尺寸了，这次它又一次缩小，而且电池方面，这一次它不是2个分开的 L 型的电池，而是一整个 L 型的电池，就是一体性上又加强了，就像这个后背的贝壳一样，就是能做成一体的，它全都给你做成一体。最后呢，我们要说的一点就是 5G。今年到年底的时候，估计5G 呢，大的城市这边啊就可以有一些这个使用场景了，应该是比较多了。因为现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在铺设这个5G 基站。这次的 iPhone 11全系列呢都没有上到5G，是很多小伙伴可能会纠结一个点。我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是1年一换的用户，完全更新没有问题。如果你不是1年一换的用户，比如说可能用3年、用4年，那么到后期你肯定会出现落伍感。我们也不排除苹果在明年的上半年会推出5G 版的 iPhone 这种可能性。它跟高通达成和解的这个时间呢也比较晚，所以说在这个5G 上面呢，确实可能要晚一些。OK， 这期视频呢聊得非常多，也非常详细啊，基本上快赶上一个小测评了。下面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些机器全部集中来进行数据的测试，我们会把所有的18项数据全部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我们会同步再进行 iPhone 11全系列的深度测评。除了视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我们的视频也会第一时间发布到各个平台。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测评、B 站小白测评，与我们留言互动即可。我们的 B 站动态里边正在抽送一台 iPhone XS Max 暗夜绿，记得去转发一下。不客观的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